了天了！哪个不长眼的东西？这又给我干哪儿来了？他在动，他自己在动啊！陛下，那么大一串，一节连着一节，足有10几丈长。前头那个怎么冒烟？烟囱，车头上插着个烟囱，呼呼的喷白烟。马呢？没有马。你看仔细了没？奴才看得真的，那玩意儿底下根本没有马，就2条铁条，亮闪铺在地上，他贴着铁条自己就跑起来了。那庞然大物比奔马还快，眨眼之间就把御驾这8匹号称日行千里的骏马远远甩在了身后。陛下，这是个什么妖物啊？没有马，他怎么自己会跑？这不合天理呀！妖物，瞧把你俩没见过世面的怂样，那叫火车。火车烧煤的，搁铁轨上跑，自己会走。自己会走？他一趟能拉多少？订200辆马车。200辆？那得跑多久？从这儿到城里？喝口茶的功夫。喝口茶？我们马车得走大半天啊！大半天？难怪呢！瞧你们这一惊一乍的怂样，京城来的大户吧？你怎么知道？嗨，你们这些外乡的头回瞧见火车，全这德行。哼，今年你是第几10个了？陛下，这云溪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咱大靖可从听说过。是没听说过。陛下，您想啊，这水泥路是您花了3年倾尽天下之力才铺遍大靖的，多大的功劳！功劳？陛下，你方才也瞧见了，那铁轨铺在哪儿？不对，水泥路上。对，朕用3年倾尽天下之力铺的水泥路，在云溪造成了人家铺铁轨用的地基。王德福，奴才在。3年前朕来是看着穷县怎么活过来的，这一回朕倒要看看沈燕那个种地的，又把朕这一个天下甩出去多远。进城。德福，走，过去瞧瞧。这盐怎么卖？那个清仓的半文1斤，要的多买10斤送2斤。半文？3年前这盐是2文，怎么如今半文？是啊，半文。清库存呢，再不出手就该反潮了。这种老盐搁现在没人买喽。老盐，这盐细白如此，何来老？新之变。客官，你打哪个山沟来的？这种盐是前2年的货色了。那现在大家伙都吃什么？加了料的盐，我们沈大人请医馆的郎中们琢磨出来的。盐里掺了一味料，吃了这个不长大脖子病，娃娃也长得壮。1文1袋，贵是贵了点，可家家都买这个。那种白盐光是咸，没别的用，早没人要了。占着地方，我们巴不得半文清了它。我引以为傲、推行天下、自以为泽必苍生的2文阴盐，在云溪是堆在墙角，半文都嫌占地方的清仓货。你这位伙计，你可知道这盐？知道，朋友，你们外乡的能吃上这白盐也算不容易了。回头我便宜卖你2斤，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鲜。在我们云溪是过气喽，可你们那穷地方还是稀罕物嘛。客官看镜子，别看这面，这面是老款照的壶，您照这面壶，这是新出的水银镜，照的才叫一个真。那面老玻璃镜10文我都嫌贵，这面要50文，还供奉应求呢。50文？宫里那面被当成稀世珍宝、千金难求的玻璃镜，在云溪是10文都嫌贵的老款。王德福，奴才在。朕用了整整3年，倾尽一个天下的人力物力，把云溪的盐、云溪的玻璃推到了大靖每一个角落，自以为泽必苍生，功盖前朝。可朕今日才知道，朕拼了3年命追上的，不过是这云溪3年前丢下不要的东西。你一个天下，跟在沈燕一个县的屁股后面，整整慢了3年。那沈大人这3年究竟又弄出了多少新东西啊？朕也不知道，这沈燕总能给朕带来惊喜。不得，我们走。陛下，这帮乡野刁民没见过真东西，竟拿些奇迹燎妙唬人，奴才就不信了。瞧奴才的，给他们开开眼。小娃娃，瞧见没？瞧见啥？此乃西洋奇珍，里边几百个小鸡铺，会自己走，自己报时辰，普天之下也没几只。你这辈子怕是连听都没听过吧？哦，钟表啊。
你认的？认得呀，看时辰用的嘛。不过叔叔，你这个也太小了点儿。小，这已是西洋鼎鼎精巧。我们城里钟楼上那个比这大老多了。钟楼。城中心那座老高老高，全城人都看他的点儿，几时上工，几时下学，几时开市，几时关城门，分秒不差。全城都看一个？那可不，我们沈大人说了，一城的人都对上同一个准点，做起事来才不乱套。叔叔，你这表是不是坏了？坏什么坏？西洋万里送来的奇珍怎会坏？那它咋不准呢？我今早出门听钟楼报的是辰时3刻，你这上边才走到辰时1刻。兴许是方才再颠了几下，走快了些。哪能呢？钟楼是按日头、按星象调的，错不了。是你这表走的不准。小娃娃，你莫不是徐前本？不会，你过来。这位外乡叔叔有个会自己走的小表，可有意思了。哎呦，真会自己走，还报时辰呢，这得多少钱啊？这表西洋万里进贡的，供京城的贵人千金都未必买得着一只。千金？这么贵？那它准吗？它不准，比钟楼慢了2刻呢。千金买个不准的，那还不如去前街钟表铺买咱云溪自己造的。云溪自己也造表？造呀，挂墙的、摆桌的、揣兜的，啥样都有。揣兜这种300文一只，对着钟楼调过，准得很。300文？叔叔，你这只要是修不好，回头拿去钟表铺搭点钱，给你换只准的呗。对，换只准的。叔叔，你这表一上午就慢2刻。那从早到晚一整天得慢小半个时辰呢。我们钟楼1年都差不了1刻，你这表1天就差这么些，攒上几天，约莫晌午就能给你走成半夜了。叔叔真敢秀呀！叔叔你别难过，你们外乡的能有个会自己走的小表已经很厉害了。回头去钟楼底下瞧瞧，瞧瞧啥叫真正的准。收起来吧，再亮下去丢的可就不只是你的脸了。书，奇迹为小，终是末节。治国安邦靠的是这个。走，瞧瞧这穷乡僻壤读的都是些什么。这一本怎么卖？哪本？哦，那本啊，3文。3文？对，3文，要的多论斤称也行。这等典籍也论斤卖？咋不能？印出来的要多少有多少，客官外乡来的吧？咱云溪有印书坊，一天印好几大车，卖不完就堆这儿论斤清。掌柜的，九章算术、农政全书，还有那本格物入门，各来一本。得嘞。你这般年纪，读春秋、论语才是正经，买这些算学农书做什么？春秋、论语早读完了，读完了，蒙学里就教完了。我现在跟我爹学造水车，不懂算学，不懂格物，水车尺寸算不明白，咋造？光会背圣贤书，又造不出水车，又算不清账，有啥用？小哥说的在理。我们沈大人常说，书读了得能用，光会知乎者也，肚子又吃不饱。那是我们这儿卖的最快的，头1农书，2算学，3是各样手艺册子。倒是那些光讲大道理的，印多了没人抢，只能论斤清。这是什么？格物啊，讲万物的道理，水为啥往低处流，东西为啥往下掉，咋用最省的力抬最重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沈大人说，弄明白这些道理，才造得出火车、铁炮自己会动的机器。陛下，您这是？德福，这孩子要是生在京城，会是个什么命？京城寒门子弟上不起学，多半子承父业重，一辈子地做一辈子工罢了。是啊，在朕的天下，他一辈子摸不到一本书，在这儿他读的是朕都看不懂的学问。朕的天下，这样的孩子千千万万，朕到底雪藏了多少个本可以造出火车的人？走，朕还想再看看这云溪的人。让让，接过！有我！陛下，你看，2个轮子，可就2个轮子，它咋不倒啊？这不是妖术是什么？二位没事吧？头回见自行车。自行车？你这妖物叫自行车？啥妖物？2个轱辘1副链条，脚一蹬就走，能有啥妖的？2个轮子，它咋不倒？骑起来就不倒了呗，跟人走路一个理儿，走起来才稳，杵那儿不动才晃。那你撒开手，它也不倒？哈，这有啥？哎呦我的娘！
瞧见没？我闺女才8岁，骑得比我还溜。8岁，可不，咱云溪家家都有这个，上工赶集送货，一蹬就到，谁还伺候那金贵的马哟？这车是谁造的？城西铁器坊老周头呗，早前他打铁的，后来琢磨着把2个轮子串在一起，捣鼓了大半年，捣鼓出这么个玩意儿。一个打铁的自己琢磨出来的？那可不，刚出来那阵儿，3天2头摔。老周头不服气，改了又改，链条、车座、车把，前后改了10几套，这才骑得又稳又快。如今周边好几个泽县都跑来订货，老周头那铁器坊发喽。他读过书？读过呀，蒙学念出来的，识字会算。我们沈大人说了，懂算账懂格物，才琢磨得出新东西。老周头要是大字不识一个，他这车链条几个尺，轮子多大圈，他算得明白。一个打铁的自己造出这车。二位要是稀罕，前头铺子就租，3文钱一天，包教包会。学会了，这云溪半个时辰横竖都跑遍。妖术，德福，你只看见这车，朕看见的是那个打铁的老周。在朕眼里，老周，一个个吃饱饭敢琢磨的人，东西是死的，能做出这些东西的人才是活的。走，朕越来越想会一会沈燕那小子到底是怎么把这一城的人养成这副模样的。这是何物？缝纫机啊，脚一踩，针自己走，缝得又快又齐。一天能缝多少？我手脚算慢的，一天100、10来件吧。100、10来件。宫里上一姑几百个绣娘，做一件龙袍要绣上几个月，而这里一个妇人一天摆10件。这机器是谁造的？机子是沈大人的工房出的，不过我们这几台是周师傅改过的，比原先快搅拌。你要问，去问他。老师傅，听说这机子是你改的？原先那针缝后不容易断，我把这儿的劲儿卸了点，换了个走法就不断了，还快了些。这改法是谁教你的？教？没人教啊，我自个儿琢磨的。自己琢磨的？天天对着这机子，哪儿别扭哪儿能再快点，看多了心里就有数，试个10遍8遍总能试出来。我们沈大人说了，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给你台机器，你能把它越使越好，那才叫真本事。周师傅，这月头3台机子料钱工钱我都算清了，你过来对对账。一个姑娘家也管着工坊的账？客官这话什么意思？账目这东西，认人是男是女？女子掌柜该以纺织女红为本分。纺织女红，客官，那一屋子采机子的哪个不是女红？可光会采机子，一个月挣几百文。我管着这一坊的账，一个月挣的比他们多3倍。我爹我娘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客官，您说这是德还是不是德？这姑娘这账，德福，奴才在。朕原先以为云溪厉害，是因为出了个沈燕，难道不是？是，也不是。沈燕厉害的不是他一个人本事大，是他把这一城的人，打铁的、种地的、采机子的，连着管账的姑娘，一个个都变成了有本事的人。一个沈燕，朕一道圣旨就请得动。可这满城会读书、敢琢磨、肯往前奔的人，朕的天下到哪儿去请这么一城的人？沈燕在哪儿？县太爷啊，这个时辰多半在城东他那几亩地里。他一个县令刨地做什么？种地呗。我们沈大人说了，当官的脚不沾泥，就忘了百姓是咋活的。他那几亩地亲手种，年年都种。草民沈燕见过这位路过的客官。沈燕，3年没见，你这云溪朕都要认不出了。陛下折煞臣了，不过是百姓的日子又往前挪了挪。沈燕，朕问你一句，3年前，朕把你云溪的盐铁化肥搬回了天下，以为朕就能让大晋变成第2个云溪，可朕错了。朕搬走了你的东西，这3年你又跳出去老远，火车、电镫、自行车，朕的天下一样都没有。朕想不明白，同样是人，同样一双手，
为什么你云溪一个县造得出朕整个天下都造不出的东西？你到底是怎么把这一城的人养成这副模样的？陛下，你看这苗，它长得好，是因为臣有什么点石成金的本事吗？是这块地，松了土，施了肥，引了水，地肥了，苗自己就长起来了。臣没本事，让一株苗凭空长成参天大树。臣能做的，只是把压在他身上的石头搬开，把他缺的水和肥补上，剩下的是他自己长出来的。人也一样，陛下，这世上从没有什么天生的废物。你云溪的人和陛下天下的人是一样的人，一样的脑子，一样的手，只不过陛下的人一辈子饿着肚子睁眼瞎，被踩在脚底下，连抬头看一眼天的力气都没有。而朕给他们吃饱了饭，让他们识了字，让他们敢抬头，他们就自己长成了能人。陛下，你总算问对了，国库里的银子，疆土上的城池，库房里的刀枪，那都不是根本，那一个个能吃饱、能读书、能挺直腰杆的活人才是。沈燕，朕这趟来本想看看你又造出了什么新奇玩意儿，如今朕明白了，朕真正要带回去的不是火车，不是电灯，是让朕那3000万百姓也能吃饱饭、读上书、挺直腰。朕要让朕的天下处处都长出能人来。陛下有这份心是天下的福气，可臣要给陛下泼一盆冷水。你说，陛下要做的这件事，拦你的从来不会是百姓，是那些靠着百姓睁眼瞎，靠着百姓一辈子被踩在脚底下才能锦衣玉食的人。百姓一旦识了字，有了本事，挺直了腰，就不再任他们拿捏了。陛下要给百姓松绑，就是在刨他们的根。陛下，这一仗比你3年前在云溪城下打的那一仗难得多，因为这一回你的敌人不在城外，在你的金銮殿上。再难，朕也要让朕的百姓过上云溪人这样的日子。那臣就在云溪等着陛下，等陛下把这片稻田种到整个天下去。传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日起，天下州县广设义学，凡6岁以上孩童，无论士庶贫富，无论男女，皆可入学，束修全免，朝廷拨银，设官营印书坊，刊印典籍。天下书架一律官定，至简至廉，勿使寒门小户，人人买得起书，读得起书。自明年起，开科取士，不论门第出身，唯才是举。寒门商贾工匠之子，凡有真才士者，皆可应试入仕。陛下，万万不可啊！贱民愚顽，本该安分守己，耕者耕，知者知。若人人读书识字，明了道理，便有心生妄念，犯上作乱。圣人有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乃千古育民之道，动摇不得啊！对，书者圣贤之器也，岂能论斤贱卖，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共读？此乃斯文扫地，辱没圣贤。还有这唯才是举，陛下，朝堂之上自当是簪缨示众，清流名门，让那些泥腿子、铜臭商户之子也来与我和同列朝堂。纲常何在？体统何在？纲常何在？体统何在？诸位爱卿说，贱民读了书就要作乱，朕倒想问问，朕这趟去的云溪，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在读书，男娃读，女娃也读。一个穿补丁的庄稼汉的儿子，《论语》当垫脚，张口就要算学格物。按诸位的说法，云溪早该反了。可朕亲眼所见，云溪3年没饿死一个人，没出过一个盗贼，夜不闭户。那里的人识了字，有了本事，造出了朕的天下都造不出的东西。他们没有作乱，他们把日子过成了朕准做梦都想要的模样。陛下，云溪不过弹丸之地，侥幸罢了，岂能以一县之偏利乱我天下1000年之大法？侥幸？正是侥幸，怕是陛下被那沈燕的妖言所惑。放肆！陛下要让天下贱民都读书，都识字，都来做官，老臣不才。斗胆只想先问陛下一句：陛下可知这天下为何能太平1000年？陛下，老臣今年70有3，
历三朝读了一辈子的史书，老臣斗胆说一句，这天下能太平1000年，靠的不是别的，靠的是百姓安分。陛下试想，一个庄稼汉大字不识，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口饭吃一口酱老，感念皇上生这1亩3分地，就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他不识字，所以不会去想凭什么；他不读书，所以不会问为什么。他这辈子只知道低头种地，抬头谢恩。这样的百姓多了，天下就太平了。崔阁老的意思是要让百姓一辈子做个睁眼瞎。陛下言重了，老臣的意思是，知识是天底下最锋利的东西，它比刀还利。一个人一旦读了书，明了理，开了眼，他就再也安分不了了。他会想，同样是人，凭什么我面朝黄土，他锦衣玉食？他会问，这天下的道理到底是谁定的？凭什么这么定？他一旦开始想这些，陛下，这天下就再也太平不了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圣人这8个字是拿千百年的血换来的。陛下今日让这书，要让贱民都来读书，都来做官。陛下这是把那把最利的刀亲手塞到了他们手里啊！崔阁老所言极是，老臣谋国，老臣谋国啊！崔阁老这番话说得真好，为江山社稷，为天下太平，字字血了一片忠心。可朕想替崔阁老把这番话说完。崔阁老说，百姓不识字就不会问凭什么，那朕来替他们问。凭什么崔阁老一家世代簪绫锦衣玉食，那庄稼汉世代面朝黄土累死田间？凭什么这天下的书崔阁老的子孙生下来就能读，那寒门的孩子求一本而不可得？凭什么这朝堂上的位子几百年来都姓朱姓王姓谢，那真有学的寒门嫡子连考一考的资格都没有？崔阁老说让百姓读书是把刀塞进他们手里，朕却听明白了另一层意思。崔阁老怕的根本不是天下大乱，崔阁老怕的是百姓一旦识了字明了理，就会发现你们崔家几百年攥着的学问，攥着的门第，原来一文不值。百姓一旦自己也能读书，自己也能做官，你们这些世家凭着一个生的好，就能世世代代骑在百姓头上的好日子到头了。陛下圣明，老臣老了，糊涂了。既然陛下心意已决，老臣不敢再劝，老臣告退。1个月了，朕的义学开了几所？回陛下，尚在筹办。筹办？1个月1所都没开。陛下明鉴，义学全免数俸，朝廷拨银，这是天文数字啊！国库本就吃紧，骤然要拨这么大一笔，户部实在腾挪不开。国库吃紧，去年河工结余的200万两，朕记得还在库里。那笔银子是预备着黄河决口应急的，动不得啊，陛下。再说拨款一事，按祖宗惩罚，需户部核算，户部不报，再经内阁会签，最后3司复核，一道一道，总得走完章程。骤然拨付，语法不合，将来若有亏空，这章程谁都担待不起啊。要走多久？快则半年，慢则1、2年也是有的。陛下，还有一桩难处，那官营印书房前几日被查封了。查封？谁敢查封朕的印书房？是御史台有御史参奏说，那书坊刊印的书里有几本算学格物的杂书，离经叛道，祸乱人心，恐有伤风化。按例需停印封存，待礼部、御史田共同查验，核准无误，方可重开。这一查，少说也得3、5个月。放肆！算学格物，离的什么经，叛的什么道？陛下息怒，圣贤之书自有体统，骤然把这些奇迹永料的杂书与圣贤经典一同刊印见外，士林轻易早有非难。御史封文奏事也是职责所在啊。陛下，臣这里也有一难。开科取士，唯才是举是好事，可这主持新科的考官，各地义学的教书，总得是饱学之士吧？如今朝中士林的读书人，听说要让他们去教那些泥腿子，去与商贾之子同场教艺，一个个称病老的告老，臣这吏部竟一个人都点派不出来。魏爱卿都是为难。前尚书
是国库为难，御史台是风化为难，吏部是先生为难。朕怎么觉得你们这一个个的为难凑到一块儿就一个意思？朕这道旨一个字也别想办成。臣等不敢。不敢？朕看你们什么都敢。陛下，这可咋办？总不能把满朝大臣都给砍了吧？人家也没说不办啊，人家说的是章程未到，语法不合。是啊，他们没有一个人抗旨，他们只是把朕的旨意扔进了这一台3几年的老机器，让这机器自己把它磨碎拖死。这台机器是谁的？从户部到吏部，从御史台到内阁，这满朝的官有几个不是世门家生？有几个不是崔恒的人？您是说，崔阁老人虽然退了，可这满朝……他那天退得那么干脆，朕当时就该想到，他不必在朝堂上跟朕斗。这满朝的章程，这满朝的人，就是他的刀。那咱们可怎么破呀？德福，3年前云溪那个县衙也是这么一台烂机器，肃立盘踞，上下其手，一个新县令连衙门都使唤不动。可沈燕把它砸开了。传朕口谕，800里加急送去云溪。朕要问沈燕一句，这台磨死人的老机器，他当年到底是怎么砸开的？阁老，出事了！宫里传出消息，皇上800里加急，把云溪那个沈燕召进京了。哦，召进京了。阁老，那沈燕是皇上的心头肉，是这一整套新政的根子。他一进京，有皇上撑腰，如虎添翼。咱们好不容易把新政拖住了，他一来，只怕……皇上啊，老夫等的就是他进京。阁老的意思是，那沈燕在云溪是地头蛇，那一城的百姓向着他，那一城的衙役听他的，老夫的手伸不进去。可他一旦离了云溪，进了这京城，就是龙游浅滩，虎落平阳。在这京城，是老夫的地盘。是，阁老高明。只是那沈燕毕竟是皇上钦点的功臣，圣眷正盛，咱们要拿什么名目动他？名目？他在云溪做的那些事，本身就是最好的名目。你想想，他治下小小县令，让女子抛头面登堂理事，是败坏公主，是祸乱人心，是蛊惑贱民，坏祖宗之法，乱千年之纲常。他还教那些泥腿子读什么格物算学的杂书，造出火车铁炮那等闻所未闻的妖物。一个读书人不教百姓忠君守礼，反教他们这些奇技离巧，蛊惑视听，此乃妖人。妖人惑众，其心叵测。他在云溪经营3年，民心尽复，一城百姓只知有沈燕，不知有朝廷。一个聚拢了民心、坏了纲常，还会造火气的臣子蛰伏一方，陛下该不该睡个安稳觉？阁老这一招高啊！这几条单拎出来，桩桩都是实情，可凑到一块儿就是反计招诛。明日早朝，让咱们的人一个一个把这几本账给皇上算一算。陛下，臣弹劾云溪县令沈燕纵容男女混杂同学，使商贾谏议之子与士族同堂，败坏礼法纲常，其罪一。沈燕私印格物、算学等奇技医序之杂书，蛊惑民心，使治下之民人人逐利好奇，不务正业，不修德行，其罪二。沈燕经营云溪3年，收买民心，一城之内百姓只知沈青天，不知有天子。此等臣子蛰伏一方，居心何在？其罪3。私造火器，其心可诛。私造火器，其心可诛。够了！沈燕私造火器，那火器是3年前抵御匈奴、替朕守国门用的。当年的虎符调令还在兵部存着，尔等睁着眼睛说瞎话。陛下息怒。当年御敌自是有功，可如今匈奴已平，他一个地方县令手里却仍攥着能造火器的攻防匠人，这陛下作何解释？陛下，臣等并非要定沈燕的罪，臣等只是为陛下、为江山担忧。既然陛下已召沈燕入京，
那便正好，请陛下将沈宴下3司会诊，当堂对质，查个水落石出。他若清白，自然还他清白；他若果真居心叵测，也好早做防范。请陛下将沈宴下3司会诊。陛下，这3司会审，您可万万不能答应啊！那3司十有8九都是崔阁老的人，沈大人一进去，朕若不答应呢？朕若不答应，满朝就会说朕在包庇一个私造火器、蛊惑民心的妖人。朕这道开民日推的新政，从头到尾就是被妖人蛊惑的胡闹。答应，沈宴进崔恒的网；不答应，新政背上妖人的名。你看出来了，他们这是连一条罪都没做实，就把沈大人架在火上烤了。他们要的本就不是坐实罪名，他们要的是嫌疑。一个功臣，只要沾上居心叵测这4个字，就算查无实据，这民心这圣位也就凉了。对付一个挑不出错的人，最毒的法子从来不是给他安一个罪，是给他蒙一层洗不清的疑。沈宴啊沈宴，朕800里加急把你召进京，本想请你来破这死局，朕万万没想到，朕这一召正中了崔恒的下怀，朕亲手把你送进了他张好的网。传朕的旨，沈宴入京，着朕的亲军沿途护送，任何人不得煽动一根汗毛。崔恒想拿沈宴开刀，朕倒要看看他这把刀砍不砍得动。凭什么他家粮仓堆得满满当当，我们却要饿肚子？陛下都说了，唯才是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他姓钱的生来就骑在咱头上？陛下，出大事了！3日前西市暴民作乱，围攻前夫打砸抢掠，竟还闹出了人命啊！这西市前夫闹出人命！陛下，您听听他们喊的是什么？凭什么他生来就骑在咱头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什么？这是反！这是要造反啊！老臣早就说过，可自打并斗到人人读书、唯才是举的旨意一下，这天下的贱民就都动了不该心思，自己也能骑到主子头上去了。陛下，您看看，这才不过1道旨意，墨迹未干，人心就乱成了这样。老臣斗胆问一句，这暴民口口声声的凭什么？是谁交给他们的？一伙暴民作乱，自有刑部京兆尹去查去办，与朕的新政有何干系？如何没有干系？陛下，据查，那为首的几个暴民家里都搜出了官营书房新印的那些格物算学的杂书，还有这个，这是从暴民身上搜出的逆贼檄文，上头白纸黑字写着“天下田土当均分，世家粮仓当共食”，写得通俗易懂，连贩夫走夫都看得明白。陛下，您给了他们书，教他们识了字，他们读了书识了字，头一件干的事儿就是写这等大逆不道的檄文，就是聚众杀人放火，这就是开民智的下场啊！陛下，请陛下即刻收回成命，废止新政。请陛下严惩首恶沈宴，以儆效尤。请陛下废止新政。陛下，民心已乱，再不收手，恐酿成燎原大祸。这新政万万不可再行了。请陛下三思。云滋县令沈宴奉旨入京面圣，殿外候宣。草民沈宴参见陛下。沈宴，西市暴乱，死了2条人命，暴民身上搜出你云溪书房印的书，搜出煽动均分的逆贼檄文，你还有什么话说？敢问大人，那暴乱是草民煽动的吗？暴民读的是你印的书。那草民斗胆问大人，这朝堂之上哪位大人没读过《论语》？可古往今来，弑君篡位、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哪一个不是饱读诗书？照大人的道理，
是不是这《论语》也该烧了？教《论语》的圣人也该问罪。巧言令色，一派谣言。那檄文写的通俗浅白，分明就是按你那套让贱民都看得懂的路子写的。这凭什么的反调，也分明是你平等的妖说删出来的。铁证如山，你还敢狡辩？暴乱一案，着三司会审，查明真相。新政暂缓施行。陛下，夜深了，歇着吧。德福，你说崔恒会不会是对的？陛下，朕在云溪亲眼看见百姓识了字，有了本事，把日子过成了天堂。朕那么笃定，人才是国之根本。可朕这道旨刚下1个月，1个月京城就死了人，粮仓被抢，人被打死，街上的人在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会不会是朕错了？会不会百姓真的就只配糊里糊涂的过完一辈子？会不会朕给他们不是出路，是把他们推下了悬崖，把这天下推向了大乱？沈燕，陛下，朕问你一句心里话，昨夜朕想了一宿，你说会不会是朕和你都错了？会不会这天下的百姓本就不该被唤醒，唤醒了他们就只剩下这样的乱？陛下，您还记得3年前云溪刚开始改的时候吗？那时候云溪也乱过，分田的时候有人闹，办场的时候有人砸，让女子进学堂的时候，半个城的老学周堵着县衙门口骂臣，骂了3天3夜。那时候多少人跟陛下今日一样，说臣是在作乱，说臣把云溪搅得不得安宁。可陛下，云溪如今乱了吗？陛下，一潭死水是不会有波澜的。您往这潭死水里投下了一颗石子，它泛起涟漪，激起浪花，甚至搅起了底下的泥沙。这不是水坏了，这是水活了。阵痛从来不是病，阵痛是心生。何况陛下今日动摇，根本不是因为百姓真的会乱，是因为有人处心积虑要让陛下看见百姓在乱。陛下若信了这场乱，这天下就真的再无翻身之日。陛下若不信，那臣就陪陛下把这场假乱底下的真相一层一层揭给天下人看，揭给他们看，真正想让百姓永远沉睡的到底是谁？怎么揭？陛下别急，这场戏既然是冲着百姓会乱来的，那拆穿他的就该是百姓自己。沈燕，西市暴乱，本官再问你一次，这场暴乱是不是你蛊惑民心，煽动而成，从实招来？大人说人证物证俱在，那草民斗胆，请大人把这人证物证当堂再验一遍。放肆！你一个戴罪之人！大人不敢验，有何不敢？来人，传人证！是暴民作乱，是那些暴民围了钱府，打砸抢掠。沈燕，你还有何话说？这便是铁证。草民的人证不在堂上，在堂外。敢请大人开堂门，让西市的百姓自己进来说话。什么百姓？大人，不好了！外头围了好几百号百姓，说是西市的住户，要给沈大人作证。刁民聚众，意图为堂，还不快快驱散！大人不是要查明真相吗？西市的事，西市的百姓最清楚，他们自己要来作证，大人却要驱散。大人到底是想查真相，还是怕真相？开门，朕要听听百姓怎么说。大人，
那天晚上砸钱府的根本不是我们西市的人，一派胡言！不是西市的人是谁？是一伙生面孔。草民在西市卖了20年炊饼，这一片谁家几口人，草民门儿清。那天晚上带头砸门抢粮打死人的那几个，草民一个都不认识。是外来的生面孔，凶神恶煞，根本不像庄稼人，倒像是养的打手。对，都是生面孔，我也瞧见了，空口无凭。你们说不是本地人，就不是本地人。草民有凭。大人，草民是官营印书坊的排字工，这张所谓的逆贼檄文根本不是我们书坊印的。放肆！你如何证明？大人请看，我们官营书坊的字模是沈大人从云溪带来的新式签字，横平竖直，每个字一般大小。可这张檄文上的字是雕版刻的，而且刻工拙劣，笔画粗细不匀。这京城里能刻这种雕版又印得出这许多份的私房，统共没几家。草民斗胆，请三思顺着雕版一查到底，看看这逆贼檄文到底是从哪家私坊印出来的。大人，草民还有一句话：这天晚上，钱府着火，火势眼看要烧到隔壁的民宅，是我们西市的街坊自发组织起来，挑水传桶，硬是把火扑灭，没让他烧到旁边住人的院子。带头救火、按住乱子的，是我们这些识了几个字、听过沈大人道理的庄稼人；放火杀人的，是那几个外来的生面孔。你们却把账全算到我们头上，算到沈大人头上。我们读了书就会作乱，可那天晚上作乱的不是我们，拼了命去摁住这乱子的才是我们啊！陛下，诸位爱卿，你们告诉朕，让百姓读书，百姓就会作乱。现在，朕来告诉你们，会放火杀人的是你们雇来的大字不识的打手，会救火、会按住乱子、会站出来讲真话的是这些读了书、明了理的百姓，还是朕的新政让这天下多了一群危难关头靠得住的人？沈燕一案，查无实据，当堂开示。至于这桩暴乱背后是谁雇的打手，是谁印的檄文，是谁处心积虑要嫁祸忠良、阻挠新政，朕要一查到底。查清楚了。那张逆贼檄文出自城南文渊筛的私访，文渊筛的东家昨日已经招了。那一伙暴民是从城外雇来的20几个亡命之徒，每人50两，砸钱府抢粮，看凭什么？专挑住人的院子旁边放火，桩桩件件都是有人事先排好的戏。而那个出钱雇人的文渊斋背后，崔阁老，要不要朕替你把这后半句念出来？陛下，好手段！崔恒，事到如今，你还敢笑？老臣为何不敢笑？陛下查到了文渊斋，查到了那20几个亡命徒，可那又如何？陛下以为老臣是为了一己私利才做这一场局？老臣是在替这天下挡灾。陛下，您当真以为老臣是怕百姓读书吗？老臣怕的是秩序没了。这天下金字塔一样，一层压着一层，皇帝压着王公，王公压着世家，世家压着士绅，士绅压着平民，平民压着那些更苦的佃户流民，压得稳稳的，这天下才太平。陛下今日要让最底下那一层也读书也明理也能往上爬，您这是要把这压了1000年的金字塔从最底下掀翻呐？底下的动了，上面的还坐得稳吗？陛下您坐在最顶上，难道就坐得稳吗？老臣这场局脏，老臣认。可老臣是想用一场小乱，让陛下趁早收手，免得将来酿成掀翻整座江山的大乱。老臣是在替陛下守这把龙椅呀。崔阁老这番话说得真好，一层压一层，压得稳稳的，就太平了。朕也想问崔阁老一句：这座金字塔最顶上那几层锦衣玉食、生杀予夺，最底下那一层面朝黄土，易子而食，你管这个叫秩序？朕
只看见2个字：吃人。你说你在替朕守龙椅，可朕这趟去了一团云溪，看明白了一件事：龙椅下面垫着的，从来不是你们这些世家，是那千千万万被你们踩在最底下的百姓。百姓能挺直腰，这把龙椅才稳；百姓被压断了脊梁，这把龙椅迟早得塌。你们怕百姓有本事，是怕百姓不再认你们骑在头上。你护的从来不是这江山，是你们崔家世世代代骑在百姓头上的那点好日子。陛下看得透彻，既然陛下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那老臣也不妨把话挑明。陛下想动世家，可陛下有没有算过，这满朝文武3成是世家子弟，还有4成是世家的门生故印。这天下的州府县衙，那些真正办事的官，那些通晓刑名前古的吏，10个里头有8个出自世家。陛下离了我们这些世家，谁替陛下征着粮、断着案、守着疆土？朕也以为治理天下，非得靠你们这些簪绫仕柱、世代为官的能人不可。可云溪那个打铁的老周，那个管账的姑娘，那个排字的后生，让朕看明白了。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天生只配做官的人，也没有什么天生只配种地的人。你们能办事，不是因为你们生得高贵，是因为几百年来这天下的书、这天下的学问、这天下做官的门路，都被你们死死攥在手里，不给百姓留一条缝。你们把能办事这3个字垄断了几百年，可朕今天偏要把这条缝撬开。朕要让天下的孩子都读得起书，朕要让天下的寒门都做得了官。等有一天，这天下人人都能读书，人人都能办事，你们世家撂不撂挑子还重要吗？你今天拿满朝撂挑子来威胁朕，朕就把这天下的人才之门彻底砸开。朕倒要看看，是你们世家这点人金贵，还是这天下亿万挺直了腰的百姓金贵。自即日起，广设义学，书架官定唯才是举3册，定为国策，永为定制，载入大晋会典，后世子孙不得擅改。昔时暴乱一案，幕后主使着即彻查严办，绝不姑息。陛下，老臣以为不可啊！若陛下执意推行此等乱政，老臣这礼部尚书不做也罢，老臣告老还乡。臣也请陛下若不收回成命，臣等唯有离去。好，准了。礼部尚书告老，准了。其余诸位爱卿要走的，朕一个都不留。陛下，您可想清楚了？这满朝一旦少了这些柱国之臣，这天下的政务……政务？崔阁老又要说，离了你们世家，这天下就转不动了，是吗？户部周主事，臣在。朕问你，户部这1年的钱粮出入各州赋税的账目，是钱尚书亲自一笔一笔算的，还是你们这些主事令史算的？回陛下，钱尚书总揽全局，具体的账目核算是臣等经手的。那朕再问你，若钱尚书今日告老，这户部的账明日还转得动吗？回陛下，转得动。账是臣等天天在算的，离了哪位尚书，这账臣等也照样算得明白。听见了吗？你们这些世家尚书、世家阁老，坐在最上头，挂着最大的官，领着最厚的俸。可这天下真正的政务，这账是底下的主事在算，这案是底下的推官在断，这粮是底下的令史在征。你们只是坐在他们头上挂个名，分最大那杯羹。你们说离了你们，
天下就转不动。朕今天告诉你，离了你们这些坐享其成的柱国之臣，这天下照转，没准儿转得还更顺当些。因为真正在办事的那些人还在。礼部尚书既已告老，周主事这些年账目清明，勤勉干练，擢升户部侍郎，暂代布置。臣谢陛下隆恩。陛下息怒，老臣方才一时糊涂，重回方才的话。老臣愿为陛下推行新政，鞠躬尽瘁。臣等愿为陛下效力。臣等糊涂，请陛下恕罪。臣等糊涂，请陛下恕罪。老臣年昏聩，不能再为陛下分忧，启骸骨归乡。准，催请三朝老臣回乡养老去吧。至于你做下的那场局，死了的那2条人命，自有国法。文渊斋东家那20几个亡命徒，还有经手此案的官员，一个都跑不了。但你崔恒，朕不杀你，朕要你亲眼看着这天下在你眼皮子底下长出千千万万个你们世家曾经死死按住的能人。朕要你带着你那套吃人的道，亲眼看着他被埋进土里。朕今日把话撂在这儿，压着百姓，这个国就弱；放开百姓，这个国才强。从今往后，朕的大晋不阳只会挂名奋康的蛀虫。朕要让这天下每一个肯读书、肯做事、肯往前奔的人都有一条往上走的路。朕要这天下的根本重新长回到那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百姓身上。万岁！万岁！公子，这穷乡僻壤，你也亲自跑一趟。朕颁的旨，落没落到地上，落到了泥湾这样的村子没有？朕得亲眼看看。女娃也能进去吗？能，先生说了，都能读。拿稳了，从今日起，这就是你的书。先生，这书真给我？给你，也给他们。拿好，进了学堂就要好好念。这真是给咱家的。爹，你看，先生给的，这是俺的书，俺也能念书了。爹，你咋了？娃儿啊，俺们老天家往上数8辈子跑了，每一个识得字。俺一直以为到你这儿也得是个睁眼瞎，俺以为俺们老田家的人这辈子跟那字儿就是没缘分，可俺没想到啊，到你这儿断了，这睁眼瞎到你这儿断了。俺老田家8辈子头一回有人能念书了。公子，您看那老汉。德福，你看见了吗？崔恒说，这书会让天下大乱。可朕在这儿看见的，是一个8辈子睁眼瞎的人家，头一淬看见了光。上课了。人之初，性本善。德福，朕登基的那年，听过满朝的歌翁动德，听过这世上最好的雅乐，可那些都不如这村里读书声好听。黄河年年决口，沿岸百姓年年遭灾。朕问你们，这水患如何根治？回陛下，黄河泛滥，实乃天象示警。上书有云：天视自我民事，水患贫宠，乃上天垂戒君王，故根治之道，守在修德。陛下当下罪己之诏，行仁政济河神，以人君之德上感天河。天河既感，则河清海晏，水患自消矣。
说得好，引经据典，深得圣人治国之精要。修德济河神。王衍，朕再问你，朕的德要修到几时，这黄河才不决口？祭了河神，明年这河就不淹了吗？这天意高远，非臣下所能妄测。那就是说，你也不知道。陛下，治河之道，古已有之，无非增筑堤防4字。堤坝筑得越高越厚，河水自然漫不出来。此乃历代惩罚，稳妥可行。筑高堤，那朕再问你，这黄河和泥沙俱下，河床一年比一年高。你今年把堤加高3尺，明年河床又淤高了，你再加3尺，年年加，年年淤，这堤要加到几时去？陛下，草民有一策。你林梢，一个佃农的儿子泥腿子，也敢在殿前妄议治河？治河，管他出身是泥腿子还是金腿子，草民的法子能不能用？陛下听完自见分晓。讲。回陛下，诸位大人只盯着河水，草民却以为这黄河的病根不在水，在沙。黄河之水携着上游的泥沙一路冲下来，水流一缓，泥沙就沉，河床就一年年淤高，河床高过两岸，这才年年决口。故而光加高堤坝是治标，草民的法子是治本。其一，束水攻沙，把河道纹人为收窄，让水流变急，水一急就裹着泥沙一路冲进大海，泥沙不沉，河床自然不再淤高。其二，上游固土，黄河的泥沙从哪儿来？从上游光秃秃的山坡上冲下来的。草民请陛下在上游广种树木草皮，山上的土被树根草根牢牢抓住，雨水冲不走，流进河里的泥沙就少了。其三，下游分棚，延安则低洼之地，修几过分棚的湖泊，汛期水大了就放进湖里，汛期一过再慢慢放出来，树水固土分洪3策并行。草民愿立军令状，10年还陛下一条不决口的黄河。好一个束水攻沙，好一个10年还朕一条不决口的黄河！林霄，朕问你，这一身的本事你跟谁学的？你一个佃奴的儿子，哪儿学来的这些治河学问？回陛下，草民买不起那些金贵的善从经义，草民读的是新政之后官房里3文钱一本的水利图社、格物入门、算学精要。草民白天跟着爹下地，晚上就着一盏油灯啃这些书。草民啃了整整6年。诸位爱卿，都听见了。王衍簪缨世家读的是千金善本，殿头对说祭河神感天和。林硕佃农之子读的是3文钱的杂书，却敢立军令状，要还朕一条不决口的黄河。朕真想把崔恒从他老家揪回来，让他亲眼看看。他口口声声离了世家，天下没人办事。现在朕的天下长出了一个佃农的儿子，一个他们世家世世代代踩在脚底下，连考一考的资格都不肯给的泥腿子。朕倒要看看，是他王衍那满肚子感天和的圣贤文章能堵住黄河的决口，还是这泥腿子林玄的束水攻沙能救得了沿岸那千千万万年年遭灾的百姓。林硕，朕钦点你为本科头名状元，即日起入工部专司治河。朕给你10年，还朕还这天下的百姓一条不决口的黄河。草民领旨，谢陛下。草民这条命，这一身本事，从今往后就交给这条河，交给这沿岸的百姓了。这是何物？回陛下，这是纺纱机，一架能顶30个纺娘。30个，云溪的纺机，朕记得一架顶20个。
回陛下，草民这架是照着云溪的图样改的，草民添了几道齿轮，又快了小半。哦，你是云溪人？不是，草民是河北深州的。草民爹是织布的，草民在义学读了书，懂了点格物，就琢磨着把云溪那机子再改快些。你这又是什么？回陛下，煤油灯一吹就灭，矿上船上夜里干活不方便，草民在灯罩上开了几道暗槽，让风从底下进，从顶上出。这火苗任多大的风都吹不灭。一个姑娘家也懂这些，女子岂能？大人这话，我们矿上一半的账是女人管的，一半的灯是女人点的。这灯好不好用，女人比谁都清楚。答得好。陛下，这是江南几个匠人合力造出来的，比云溪那台整气机劲儿还要大上1倍。听说装到船上，溺水都能跑。这几个匠人也是云溪教的？不是，是江南本地的几个铁匠、木匠。陛下，如今这天下何止一个云溪？江南有新云溪，河北有小云溪，就连岭南那等偏远地列都冒出了好几个自个儿琢磨新物件的能人。这些人谁都没去过云溪，他们是咱们大靖自己长出来的。陛下，您还记得3年前吗？您为了把云溪那点东西搬回来，愁得睡不着觉。那时候奴才还想，这天下要是能有2个3个云溪就好了。可您瞧瞧现在，哪还是2个3个，这是遍地的云溪呀！德福，朕做的最对的一件事，不是把云溪的东西搬遍天下，也不全是让百姓读上了书，是朕终于不再把百姓当韭菜当牲口，朕把他们当人。朕只是把他们身上的枷锁卸了，把他们眼前的路开了，剩下的这一架架机器，这一个个能人，这遍地的云溪，都是他们自己长出来的。德福，你说这天下如今还缺一个沈燕吗？回陛下，不缺了。这天下如今处处都在长沈燕呐。沈燕，当你头一回带朕看云溪的夜，那时朕就想，朕的京城，朕的天下，什么时候也能这样亮起来？今天亮了。沈燕，做皇帝，练兵屯粮，修城充盈入国库，人一直以为这些就是强国，可朕到了云溪才发现，朕错得离谱。朕屯的粮不如你云溪1亩地的产量，朕练的兵不如你几门火炮，朕修城充的库，在你那遍地的能人面前，什么都不是。朕一直在找，这国之根到底是什么？是粮吗？是兵吗？是银子吗？是疆土吗？沈燕，你告诉朕，这国之根本到底是什么？陛下，你看那片灯，陛下以为那是什么？灯火。不，陛下再看仔细些，那一盏易学的灯下，坐着一个头一回摸到书的穷孩子；那一盏工坊的灯下，站着一个自己琢磨出新机器的匠人；那一盏巷子里的煤油灯下，一个女人正就着光算她这个月多赚的工钱。陛下找了一辈子的国之根本，不是那片灯，是灯底下那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朕明白了，朕修了一辈子的城，城是死的，城里没了人就是一座空坟。朕囤了一辈子的粮，粮是死的，没人去种，没人去吃，就是一仓烂谷。朕充了一辈子的国库，库里的银子是死的，他堆不出一个会造火车的工匠，他养不出一个能治黄河的少年。朕找了一辈子的国之根本，他不在朕的国库里，不在朕的疆土上，不在朕的千军万境里，他就在这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百姓身上。百姓强则国强，百姓有本事则国有本事。朕把这一个一个的人当人，这个国才真正活了过来。陛下能说出这番话，是天下亿万百姓的福气。这天下能有今日，是你的功劳，是你把这个道理教给了朕。陛下错了，这个道理不是臣教的，是那个把善本论经卖的书商教的。
是那个造自行车的老周教的，是那个管账的姑娘教的，是那个立军令状治黄河的林说教的，是那个八辈子睁眼瞎却看着儿子读上书嚎啕大哭的老农教的。臣什么都没教，臣只是把陛下领到他们面前，让陛下亲眼看见了他们。陛下从前看不见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在，是因为陛下做得太高了。如今陛下肯弯下腰看见了他们，这就够了。沈燕，这天下如今处处都在长能人，朕不缺治国的人才了。可朕要拜你为相，朕要你留在朕身边，与朕一起把这天下治理得更好。陛下，这满城的灯，如今还需要臣一等一等去点吗？不需要了。是，灯已经会自己亮了。所以陛下这个相，臣不能做。沈燕，多少人做梦都想坐这个位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朕把整个天下的相印捧到你面前，你就这么推了？陛下，臣斗胆反问一句，陛下费了这么大力气，斗倒崔恒砸开世家几百年的门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这天下不再靠几个世家撑着，让这天下的根本落到百姓身上。那陛下今日若拜臣为相，把这天下的担子都压在臣一个人身上，这天下是落到了百姓身上，还是落到了臣沈燕一个人身上？陛下，崔恒那样的世家是这天下的一根珠子，陛下把这根烂珠子拆了，可陛下若把臣立成一根新珠子，那臣和崔恒又有什么区别？今日这天下靠臣这根珠子撑着，他日臣老了，臣死了，珠子倒了，这天下又该靠谁？一个国家若总要靠一两个顶天立地的能人撑着，那这个国家就还是病的。真正康健的天下是不需要任何一根柱子的。它该像那遍地的庄稼，这一棵倒了，旁边自己就长出10棵、100棵。陛下这5年，这天下处处都在长能人，这就说明这天下已经不需要臣这一根珠子了。臣若还赖在这相位上不走，臣就成了挡在后头那千千万万棵新苗前头的又一块石头。沈燕，你把朕的相印比成了一块挡路的石头，朕竟无言以对。那你想要什么封赏？王爵、黄金万两，一座公侯的宅邸？臣什么都不要，臣只求陛下一件事，放臣回云溪，还去当臣那个云溪的县令。县令？你能做这天下的宰相，要回去当一个芝麻大的七品县令？陛下，臣这辈子最自在的时候，不是站在这金銮殿上，是卷起裤腿，站在云溪那片稻田里，看着秧苗一寸一寸往上长的时候。宰相要坐在这庙堂最高处，俯视天下。可臣这辈子更想站在田糠上，离那一个一个的百姓近一点，再近一点。陛下要找国之根本，那根本在田埂上，在工坊里，在义学的窗下，在那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中间。他从来不在这庙堂的最高处。人这个道理是从田埂上悟出来的，臣也想回到田埂上，把它守下去。罢了，朕准了，留不住你这颗要回田埂上去的心。沈燕，是你告诉朕，什么是国之根本。这一拜，朕替这天下千千万万体直了腰的百姓，谢你。陛下，守好他们，这天下的根本就拜托陛下了。沈大人，俺在义学书快念完了，俺长大也要造火车。那大人就在云溪等着坐你造的火车。
老张，跟你打听个人，你们这儿的县令沈燕沈大人可还在？沈大人，喏，那不是吗？这个时辰准在地里。他一个县令，还自己种地，种了10几年喽。我们沈大人说，当官的脚不沾泥，就忘了百姓咋活。客官是外乡来的吧？你是不知道，这10几年，咱大靖变了天喽。我那小孙子在义学念了书，去年考上了州里的学堂，说是要去学造那个机器。我那孙女更出息，在镇上的工坊里当了管事。1个月挣的钱比他爹还多。对了，听说没？北边那条年年闹灾的黄河，前2年让一个姓林的大人给治住了，10年没决口喽。那林大人听说原先也是个泥腿子出身。沈燕，陛下，右卫府出来了。朕来看看你，也看看你这云溪。云溪没什么好看的了，陛下的天下，如今处处都是云溪。是啊，朕这一路来看见的，孩子在念书，匠人在造物，女子在做工，一条黄河10年没决口。朕的国库比10年前充盈了3倍，朕的疆土比10年前安定了10倍。沈燕，朕想了10年，今天朕能理直气壮地回答你10年前在望京头上问朕的那个问题了：什么是国之根本？朕找到了。它不在朕的国库里，不在朕的疆土上，不在朕的史书里，它就在朕方才遇见的那个老农嘴里，在他那个要去学造机器的孙子身上，在他那个当了管事的孙女身上，在那个治住了黄河的泥腿子身上，他就在这一个一个挺直了腰往前奔着的活生生的人身上。陛下，还记得这个吗？记得。10年前，你说你没本事让它长大树，你只是把压着它的石头搬开了，剩下的是它自己长出来的。陛下，如今这一整片田都长起来了。陛下，还需要臣这个看田的人吗？不需要了，这片田已经会自己长了。